这样，今天要来玩我的电脑版《麦块生存：暮光森林》的模组。我最近没有摄影机，只能先用手机来设置。OK， 我们开始玩。我现在，它这个模组呢，它是给我一个地图，然后它已经帮我弄好暮光森林，我们直接进去就好啦。好，OK，我们要开始喽。等一下哦。大家看得到吗？看不到，往这里移。等一下哦。OK， 我们开始。呜呼！哦，哎，活根呢？我们要先去哪呢？猪，一只猪，蜘蛛哎，一只猪，要先割树喽。这个模组生存啊，其实是我在网络上查到的。哦哟，这一个大树，这一个大树，这个大树，决定加起来，先盖在这里。等一下，先要和平一下。我先割树。我这集的话，我们会先去挖一些东西做装备。OK。这应该是大家第一次看到我拍电脑版麦块吧？应该是很多次了，可是之前都是档案坏掉，所以我之前都做的不好。希望大家可以鼓励我拍影片拍的快一点，变厉害一点比较好。如果大家这样子的话，我会很开心。最近我发生不好的事情，有一个人啊，就是很爱欺负我的人，因为他比较，因为大家好像都比较喜欢那个很凶的人，所以他们都对我不好。有一些人会保护我啊，有一些人会欺负我啊，所以我都觉得他们如果遇到这种人的话，大家都不要理，因为他们呢就是不会做事的那一种的。我是觉得，如果大家可以不要理会那些人的话，我是觉得会很开心啦。但是呢，我也是觉得没关系，只是大家要离那些人远一点而已。OK， 我们现在 ，OK， 我们回到麦块的主题。所以 IBM 巨人如何助权中国的科技发展？华为是一块敲门砖。从华为一开始，后面就滔滔江水。那至于现在眼皮子家中国大陆，它的量子电脑、它的 AI 都是值全球的牛耳。IBM 助权有多深啊？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呢，由中国研究院所发展出来的华生在市场里出现了，就是那个下棋那个。但你讲它下棋太单纯了，你知道它启发了中国量子电脑的这个开始的一个动能，然后量子电脑是可行的。你知道它有多可怕？它是在每秒钟之内就可以读500G的这个资料。简单一句话，每秒就可以读100万本书，5秒钟消化100万本书。那我简单一句话，假如说有个医生他要看1000万份的病例呢，大概要花192年。但是你知道华生用多少时间吗？他只要用15秒就可以完成。而且最厉害的事情是呢，那你也说他的电脑很大很多嘛？没有，他只用9台的 IBM 的电脑就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了。而且再强调，这在中国研究院所研发出来的。我们先去找其他动物。等下我们再第二局我们可能会去盖家。如果还想再看我拍其他系列的话，大家可以去点赞、评论哦。OK， 我会有时候会留言回你们，但是有时候不会。这是什么鬼？羊嘞，羊。
养羊，哎，养羊呢？哦，养羊在那。大家可能会说，为什么我要？不好说啊，只是为什么我要拍一些暮光森林的影片的话，因为我觉得可以拍给大家看的话是，我觉得你们会喜欢看，而且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安装模组吗？安装模组玩游戏麦块生存，我觉得这样子玩我觉得很开心啊，因为很有趣，然后又很开心，所以我觉得，哎呦呀，幸好下面有水帮我摔死，啊完蛋！我挖一些石头。基本上把宇宙的讯息可以整个让中国了解这世界这个地球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前面你刚刚的意思说，今天 IBM 的中国研究院它开始发展出第一套华生的 AI， 在这样的基础上呢，它很快的 IBM Q System One 出来之后，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它跟火车头一样，华为也跟上了，对，中国大陆的量子电脑也跟上了，而且怎么说，青出于蓝要胜于蓝的。你刚刚讲的说这个商业用电脑其实已经功能很强大，我们刚描述它的能量，但是没想到一件事情，9章也跟着在2020年。先挖铁。我们先做普通的铁桩，等一下暮光森林不是有活根吗？我等下就要去找活根，挖一些金，去那个升级一下我们的装备。这个很好。我们走。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做太多，但是我可能会先挖一些铁。啊，不是活根，可恶！我们往回跑。对了，大家有没有玩过模组呢？有一些实况主如果可以来看我拍麦块的话，请在下方留言。如果有实况主的话，就跟我留言哦。可能今天的话，我可能拍几部而已啊，拍到我玩吧。等一下哦，我垫东西上去。直接开火，这非同小可。就在同一个时间，美国的高空侦察机 U2 罕见的飞过台湾东部外海，直奔南海。没有活根，可恶！这条极不寻常的轨迹，它遇到了什么样？继续挖，我们继续挖。今天晚上，请创下好带我们来解密。就像我跟你讲，现在真的是整个台湾地区会是中美之间决定的热战的热区。而这个热区里面呢，最重要是说，23号、24号，中国出动28架飞机，他们都是用战斗编组。其实你们知道吗？我这个虽然电脑版的麦块啊，其实很好玩，但是有时候会发生一点事情当掉啊，像小白一样当掉啊，超讨厌的。所以不要让下载东西，不要像我一样，摔我的车，我会弹掉，超讨厌。这个感觉是我刚刚已经看过的。哎，这里就很好，这里就很好。在历史上出现，在冷战的时候，其实都是热核战的一个边缘。所以当年有很喜欢的人的话，有人喜欢我麦块看我视频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哦。哎，那里有黄金。我阿妈在洗澡，我阿妈出来了。等下我跟阿妈。阿妈，我在拍影片呢。